贾母曾说过李纨寡妇失业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。《红楼梦》中写到的寡妇多矣，但以失业相称的唯有李纨一人。不管作者使用此词的本意如何，但在读者看来，寡妇与失业两词相连，恰好正预示着李纨遭受过的两次打击。第一次是贾珠之死，她在荣国府的地位因此骤然发生变化；第二次则是她失去掌握治家大权，倘若贾珠不死，王熙凤手里的管家权就是她的。曹雪芹在第4回里就向读者介绍说，李纨在府中承担的工作只是陪侍小姑等针纸诵读而已。在第65回里，作者又让星儿向尤二姐介绍说，我们家的规矩又大，寡妇奶奶们不管事，只宜清静守节。妙在姑娘又多，只把姑娘们交给她，看书写字，学针线，学道理，这是她的责任。除此问事不知，说事不管，这里妙在两字用得甚好，这两字若改成家中，文字更通顺，而妙在两字则使人想到这种安排背后的文章。倘若家中姑娘不多，甚至没有，那么被撂在一旁的李纨该如何安排？星儿所说的寡妇不宜管事的规矩，其实并不成立。如贾代善去世后，贾母不照样在管事，即使王夫人、王熙凤当家时，她也仍会出面直接管些事。第73回中禁赌便是典型的例证。当时大观园内赌博盛行，贾母得知后立即召集家人查问、训斥、责罚，雷厉风行，其威势实在王熙凤之上。而且如果清静守节者不宜治家，那王熙凤病时为何又叫李纨代管？当然，这时王夫人是出于无奈，只得让李纨出山，况且她又安插了宝钗、探春，名曰协管，实际上是对李纨明显的表示不信任。抄检大观园就发生在李纨任期内，但王夫人事先不但不与她通气，而且李纨本人就是被查抄对象。后来王夫人补查时，还应旨贾兰的奶妈妖乔，将她撵出了大观园。第74回里抄检大观园查到稻香村时，作者写道，彼时李纨犹病在床上，才吃了药睡着，不好惊动，直到丫鬟们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，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抄检，刚睡下的李纨怎会不知道？但她就不起床迎接，其心中的不满可想而知。王夫人让李纨代管，只是让她做傀儡。开始时李纨还试图管理，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，李纨只是访习人力，发放抚恤金40两银，但该指示立即被探春否定了。在这期间，读者看到的是探春与宝钗在施政，其间主导者是探春，而书中不少描写又表明，一切要事实际上仍由王熙凤通过平儿遥控。李纨很快明白了要她代管是怎么回事，完全恢复了问事不知、说事不管的状态，全凭探春、宝钗与平儿等人做主施行。王熙凤在实际上握有治家权，在作者笔下始终是趾高气扬，被排斥的李纨只能充任无能、无好、无为的标准寡妇的角色。作者在第4回首次提到李纨时，就说她家处高粱锦绣之中，竟如槁木死灰一般，一概无见无闻，为之是亲养子，外则陪侍小姑等针纸诵读而已。读者切不可被一概无见无闻的说法所蒙骗。第27回里有一小事很能说明问题。小红是大管家林之孝夫妇的女儿，王熙凤听说后十分诧异，可是李纨对这层重要的关系早就知道得清清楚楚，足以证明她平日里对府内诸事相当留心，而非一概无见无闻。袭人的母亲死了，荣国府赏了40两银子的抚恤金，这件事原本只是相关部门在操作，可是李纨照样知道得清清楚楚。这固然与李纨的性格、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，但婆婆王夫人对她的态度毕竟会起很大的作用。于是她住的是一袭富贵气象的稻香村，始终穿着与寡妇身份相称的素衣，并有意识地以问事不知、遇事不管姿态示人。卢雪庵连诗咏雪时，她的那句入泥莲洁白，匝地溪琼瑶，正是她不得已身陷荣国府的自喻，其意境是何等的凄凉悲苦。李纨这种性格甚至传给了贾兰。在第9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，起嫌疑顽童闹学堂里，一群学童争斗，
波及无辜。尽管争斗的一方是自己的亲叔叔宝玉，而且自己也受到了侵犯，贾兰却置身事外，还劝贾君说此事不与咱们相干。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，从中不难窥见李纨平日是如何教导贾兰在府中行事，而其出发点却是怕在贾兰身上生事，引出宫孑的口实。王熙凤的作为正好与李纨形成鲜明对照，这是由他们地位的强烈反差所决定，而王熙凤的岗位原本又应是李纨的。如果我们从李纨的立场来思考问题，那么王熙凤因管家而得到多少好处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李纨遭到了多大损失。李纨默默地承受了种种打击，她不想反抗，也无法反抗，只是安分低调地度日。可是她心中的怨恨与不满却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。当然，这种流露极有分寸，曹雪芹的描写也相当隐晦含蓄。第42回里，曹雪芹写了这样一件事：大伙儿在稻香村议论惜春作画时，黛玉出语诙谐，引起全场的阵阵哄笑。接着他又指着李纨说，这是叫你带着我们做针线教道理呢，你反招我们来大玩大笑的。黛玉仍是在开玩笑，但不小心点到了李纨不得已所接受的那个工作岗位，因而立即遭到了反击。李纨笑着对大伙说，你们听他这雕话。他领着头闹，引着人笑了，倒赖我的不是。真恨的，我只保佑你得一个厉害婆婆，再得几个千雕万恶的大姑子小姑子，试试你那会子还这么雕不雕了。荣国府里一边倒的舆论是黛玉今后要嫁给宝玉，好些人都拿这个话题与她开玩笑。可是李纨却对黛玉说，保佑你得一个厉害婆婆，这句话粗听只是个笑话，可是稍作思索，便可发现她的矛头指向太明显了。因为黛玉日后若嫁给宝玉，她婆婆就是王夫人。尽管李纨是笑着说的，但话中警告的意味却不容怀疑，你如此向往与宝玉成亲，那就等着厉害婆婆吧。对于这位厉害婆婆，李纨可是有太多的体会。话中有话，批评了王夫人，却又不留痕迹。李纨如此高超的手法的运用在作品中并非唯一的一次。在第55回辱亲女于妾争嫌弃，妻幼主刁奴续显心理，围绕赵姨娘兄弟赵国基的抚恤金闹出了一场风波。最初李纨说，前儿袭人的妈死了，听见说赏银40两，这也赏他40两罢了，但袭人是后来买进府的奴仆，故而他的妈妈是外头的，而赵国基是家里的，即他的父母也是贾府的奴仆，这两种情况的抚恤金标准并不相同。探春查清了规定，据此只发给20两银。探春的生母赵姨娘为此十分愤怒，她责备探春只顾讨太太的疼，就把我们忘了。这里的太太指的就是王夫人。这时李纨在旁劝道，也怨不得姑娘，她满心里要拉扯，口里怎么说得出来。李纨的话气得探春连说她糊涂。其实李纨并不糊涂，她巧妙地将矛头引向了王夫人，在赵姨娘与王夫人之间本来就已很深的矛盾中又打进了根钉子。而且这场风波本来就是由李纨那句这也赏他40两罢了的话引起的，这到底是无心还是有意，大概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